如果有一个番是明明超好看，我却不愿意推荐给大家的，那应该就是《干萨黑街》了。听听这番名儿，刚死他！番剧类型已经很清楚了吧？故事主要讲的是两个身残志坚的热血中年人，借着开便利屋的幌子，经常性参加械斗，收费惩恶扬善，顺便维护街道和平的故事。双主角的漫画虽然不少，但也不常见，尤其是双大叔的配置。沃里克和尼古拉斯两人在一条被黑手党支配的街道上开了一家便利屋。作为不属于任何组织的中立人，他们经常会接受到来自黑帮的委托，小到保卫保镖，大到杀人灭口，只要有报酬，什么活都接。甚至连当地警察也因为他们能力出众，有时不得不拜托他们。这天，两人一如既往的在家等活，电话响了。但尼古是个听障，所以把集中力都集中在了楼下。一个男人正对女人拳打脚踢，沃里克端着煎蛋出来接电话，不过没接到。通过沃里克和尼古的对话可以看出，女人经常被男人毒打。此时电话又响了，两人接到了杂货店婆婆的委托，帮忙摆平一些骚扰街道的混混。于是混混们就被这两人打劫了。而女主刚好从旁边的巷子走了出来，她叫艾里克斯，因为生活所迫成了一名妓女。因为他们的到来，整条街道最近都变得不太平。黑街的四大教父也收到了禁区里有人扩地盘、卖药、搞黄色的消息，于是四个人各出了一部分钱，打算找人解决掉这群不懂事的家伙。作为中立人，两位男主自然就成了黑帮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不过为了证明这两个人是中立，黑帮没有主动出面找二人组，而是让查杜警官来传信。资料显示，目标叫巴里·阿伯特，正是在二人组楼下打女人的混蛋，而巷子里的妓女正是他的女人。不过他只是被当成赚钱和发泄的工具，任务要求是不留活口，包括女人。但沃里克是一个温柔的家伙，他的妈妈也是妓女，所以打算救下他。在黑街的世界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沃里克这样的普通人，另一种是尼克这样的黄昏人种，又叫挂牌人。黄昏人种都拥有超能力，尼克虽然听不见，但他视力非常好，而且可以读唇，所以很轻易的就找到了巴里。另一边，艾里克斯刚刚做完了一单生意，沃里克向前打招呼，两人聊了几句。艾里克斯因为害怕巴里生气，让沃里克先走，而沃里克告诉艾里克斯，巴里就要玩完了。此时尼古已经开启了杀神状态，追着巴里和他的手下砍，有意无意的还秀了一下自己的牌子。巴里看到牌子，魂儿都吓丢了，奈何尼古太强了，手枪这玩意在他眼里就是玩具。巴里还想再挣扎一下，劝说尼古加入自己，尼古笑着就往上冲。这时沃里克故意从尼古后面开枪，弹壳擦着尼古的后脑勺，把头发都烫掉了。垂死挣扎的巴里以为二人组是冲着艾里克斯来的，结果却被沃里克发了死亡宣告。艾里克斯赶到后捡起了枪，向巴里的尸体发泄心中的怒火，然后黯然离开。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带着艾里克斯去找查杜警官交任务。查杜开始骂骂咧咧，结果尼古一脚差点把警车踹翻。要么不说话，张嘴就是赤果果的恐吓。查杜警官直接乖乖闭嘴交钱。之后艾里克斯正式以电话接线员和跑腿的身份加入了便利屋。然而刚工作没几天就闹出了笑话。前来委托的诊所护士妮娜看到这位性感大姐后紧张的直磕巴，而她和沃里克的穿着打扮也让妮娜以为自己打扰了两人的好事儿。实际上妮娜这次是因为有人找泰奥医生的麻烦，然而对方不是普通的黑帮，是和尼古一样的黄昏人种。接下委托以后，尼古陪着妮娜先去找泰奥医生，而沃里克则拜托艾里克斯使用美人计，自己击杀了楼下蹲点的小喽啰。此时泰奥医生已经被挂牌人大哥躲在诊所门口，大哥威胁他，妮娜现在应该已经在他们手上了，如果不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对妮娜下手。然而话还没说完，脸就啪啪肿了。妮娜拉着尼古回来了，大哥一生气就拿身边的小弟撒了气。另一边，沃里克一边处理尸体，一边和艾利克斯聊天。艾利克斯很好奇，死的人里面有人带着佣兵牌子，但是和尼古的不一样。而沃里克则轻描淡写的回答说，带牌子的人是前佣兵。大哥这边并不知道尼古也是个带牌子的，于是拿出自己的牌子秀了一下，上面写着 B2， 看起来似乎是个比较高的等级。但尼古完全没有表现出压力，在他眼里那个牌子其实应该反着念。大哥看着比自己瘦小的尼古，又在心里开启了嘲讽模式。
结果尼古竖起3根手指，表示自己先让对方3分钟，然后就是尼古的戏耍时间了。太后医生提醒他别玩得太过火，小心弄坏诊所。结果话还没说完，诊所墙上就被弄了个大洞，气得他拿着针管就要扎尼古。被晾到一旁的大哥感觉自己20有5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挥舞着铁管冲了上去。结果3分钟时间到了，尼古拔刀把管子砍了，顺便还亮了一下牌子 A0。在黄昏人种里，人的强弱分为 S、A、B、C、D 5个等级，5个等级里又细分为0至5的等级。A0 代表尼古是 A 里面最强的人，这些人除了带牌子这个称呼，还被叫做怪物、被害者、负遗产，甚至有人建立了把他们神化的邪教。在沃里克看来，这些牌子只是为了辨别战死者的身份而已。再有就是告诉大家注意猛犬。换句话说，在沃里克眼里，尼可就是比普通人强一些的人而已，不是异类。战斗结束，尼可完胜之后，又是查杜警官的日常马后炮训话和暴力执法。不过这次二人组知道自己不该在公共场合打架，所以乖乖认怂了。埃里克斯在听完沃里克介绍挂牌人后，开始害怕尼古，但妮娜的一席话让埃里克斯放下了戒备。晚上，比尔大哥跪在地上，他的面前是大哥大。训话完毕后，手下果断干掉了比尔。很明显，沃里克和尼古要有麻烦了。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敌人呢？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讲了。就像我前面说的，这部片我个人超喜欢，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去追，因为它烂尾了。为什么？因为制作公司 Mangalobe 破产了，资金链供应不上，导致作画崩坏，剧情缩水。从第3集开始，画面就越来越 hold 不住了，最后一集直接结束在了要死不死的地方。这一部等不到结局的动漫有多心塞，想必猎人粉们都体会过。但这偏偏是一部看完以后就会喜欢上的优质片，即使在烂尾断更的情况下，某瓣评分依旧是8.6分。所以各位听我一句劝，如果真要看，请做好去追漫画的准备。当然，如果要追漫画，也要准备好40米的大刀，因为作者住院了，所以漫画也断更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爱你们，